大家好，我是小雪。如果你第一次看到贵州凯里中元节的这個場面，可能會以為出了什麼大事。夜幕一降下來，河邊一片火光，成群的人圍着火堆，不斷往裡面扔紙錢。遠遠看過去，不知道的還以為全城正在舉行什麼神秘儀式。但別怕，他們不是在燒垃圾，更不是世界末日，他們是在給已經去世的人打錢。看這個盛大的夜晚祭奠儀式，無數的火堆承載着人們的思念，這是一場傳統的紀念。歡迎收看小雪的頻道，今天我們就來看看一個特別有意思的文化現象。同樣是農曆7月，中國大陸的人忙着給另一個世界送錢，香港有破地獄這樣的超度儀式，而到了台灣，有些地方乾脆擺上一大桌飯，請那些沒人祭拜的好兄弟一起來吃，同樣面對死亡。為什麼大家操心的事情完全不一樣？這個畫面並不是電影特效。中元節期間，貴州凱里一些地方會出現這樣的集中祭祀焚燒場面，火光、煙霧和河岸上的人群，對第一次看到的人來說確實震撼，但對當地人來說，這不過是1年1度的祭奠。有意思的是，同樣是農曆7月，換一個地方，大家對另一個世界的理解就完全變了。我小時候貴州老家會把中元節簡單理解成鬼節，這當然沒錯，但也不完全對。小時候常聽老人說，鬼節那天把耳朵湊到米缸邊上，會聽到鬼叫和馬蹄聲。結果我當然是什麼都沒聽到啦。如果你只看凱里的火光，它確實挺像鬼片現場。大半夜，河邊濃煙，成片的火堆，氛圍直接拉滿。但走近了看，你會發現，大家其實幹的是一件很普通的事，想念已經離開的人，紙錢、冥幣、香蠟，通過火燒掉，按照傳統觀念送往另一個世界。現在很多地方也開始提倡鮮花祭祀、網絡祭祀，凱里也會規範焚燒地點。畢竟想念親人是一回事，把山點着又是另一回事。形式可以變，但有件事一直沒變，人雖然走了，活着的人還記得。如果說凱里的火光是視覺衝擊，那麼中國大陸很多地方的中原文化核心其實就一個字：燒。燒紙錢、燒冥幣，甚至把各種紙紮用品一起送過去。陽間有的紙紮店基本都能給祖宗配齊。我在北京生活的時候，管理人員會在路口畫一個圈，在裡面燒紙錢。回到貴州老家，中元節的街道兩旁也常常有人點起火堆。這種思路其實很中國人。人活着的時候需要錢，死了以後呢？那邊總不能什麼都沒有吧？所以中國這邊的邏輯很直接，人走了，給他送錢，聽起來有點荒誕，但仔細想想，這背後其實是一種很樸素的牽掛。人已經不在身邊了，可活着的人還是忍不住想，他在那邊過得怎麼樣，錢夠不夠花。到了香港，事情又不一樣了。這裡先說清楚，破地獄並不等於香港人過中元節，它本身屬於更廣義的喪葬和超度文化。不過把它和香港農曆7月的盂蘭文化放在一起看，你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差別。中國大陸這邊的思路是，人走了給他送錢，而破地獄的文化更像，人走了給他開路。一個怕你沒錢，一個怕你沒路。表面上看是儀式不同，說白了都是活着的人還在替死去的人操心，只是一個操心你的生活，一個操心你的去路。但如果說哪個地方最讓我意外，我覺得還是台灣。台灣的農曆7月，鬼月存在感很強，開鬼門、普渡、放水燈，各種儀式一套接一套，聽起來挺嚇人。但真正了解以後，你會發現台灣人對鬼其實挺客氣，甚至不直接叫鬼，而是叫好兄弟。像基隆的中元祭就有放水燈等傳統儀式，而中元普渡更有一個很直接的意思，讓那些沒有人祭拜、沒有人記得的孤魂也能吃上一頓飯。這就很有意思了。中國大陸怕你沒錢，香港怕你沒路，到了台灣變成了先別管那麼多，坐下來吃點。一個原本聽起來陰森森的鬼月，突然就有了一點人情味。不過最讓我覺得有意思的是，這種文化走到國外以後發生的變化。很多外國人第一次看到中國冥幣，尤其是印着玉皇大帝頭像，寫着天地銀行的那種，第一反應往往不是害怕，而是
這是什麼貨幣？也太酷了吧！畢竟這玩意兒，長得就很像一張正經鈔票，只不過面額直接大到離譜。現實世界的銀行家看了可能會沉默，另一個世界的通貨膨脹估計早就失控了。中國人看到的是祭祀用品，是燒給失去親人的錢。換一個文化視角，有人看到的卻是東方神秘感、獨特設計，甚至是一種很有趣的中國文化符號。同一張冥幣，在不同人眼裡根本不是同一個東西。看完中國大陸、香港和台灣，我突然覺得中元節可能根本不是一個關於鬼的節日，它真正放不下的是活人。貴州的人把想說的話燒進火裡，香港的人用儀式送亡者最後一程，台灣的人擺上一桌飯，留給那些可能已經沒有人記得的好兄弟。大陸怕你沒錢，香港怕你沒路，台灣怕你沒飯，繞了一大圈。活着的人其實都在做同一件事，不想讓離開的人走得太孤單，所以我們总說中元節是鬼節。可仔細想想，最放不下的從來不是鬼，而是活着的人。那些紙錢、火光、儀式和供桌，最後其實都在說一句很簡單的話：如果你回來了，別餓着。你們家鄉過中元節有什麼特別的習俗？是燒紙、放燈、普渡，還是有更奇怪、更震撼的傳統？評論區告訴我，說不定下一期小雪就去看看你們家鄉的故事。不過先別急着走，因為剛才小雪好像收到了一筆來自天地銀行的轉賬。微信支付收款，那個可以提现吗？不是，我就隨便問問。